给大家看一下我在李家的住宿，第一次进来，噔噔噔噔，应该是一个自己的小公寓，看一下，还挺靠市中心的，沿着河边，里面很旧，外面弄得很漂亮，但是里面非常旧。 看啊，钥匙是在这里。刚刚进来，刚刚搞得我还挺生气的。我今天早上问他怎么 check in， 他一直半天没回。哇，这个非常的烂，这个都掉了一个。看了这边的冰箱，冰箱还在运作。然后我刚刚说3点可以进来，但3点一直他钥匙也没有放，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又不接。 然后后来他说，哦，可能那个还没有打扫完，因为他跟我说是3点可以入住，害我在这边搞了大概20分钟。啊，还行，可以住。哇塞，不错，因为这个价格还可以，而且主要是一个人的，比较舒服。房间还可以，这边有个小电视。 然后外面就是一个小院子。李家的住宿选择很多，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基本花个200多元都能找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小公寓。前面的这家 Lido 餐厅是我采访的好几个当地人都推荐我来的，感觉是所有拉脱维亚人的最爱。而且市中心有好几家，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还不错。我现在在这家 Lido 呢，就是每个人都推荐我来的，是自助服务的。 就大家在这边取东西，然后在那边交钱。这么多泡泡，我靠！我这个倒啤酒的水平也太差了吧！我靠！这边有甜点，1块8，1块9，2块2。我来看一个，拿一个这个好了，这个看上去好像比较。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也是别人推荐我一定要试的。Can you recommend which one is good? I'm not too sure. What's that? Beef. How about that? Can take one ribs, yeah. And some potatoes. And some of this. 是啊 ，OK， that'll be it. Thank you. 给大家看一下，一共19块钱。咖喱的蔬菜，还行，一般般。看这个汤也是有2个人叫我一定要试的。 这个汤不错，它是冷的，然后是那个 beetroot 叫什么？确实不错，很爽口。我发现了这个餐厅一个很邪恶的秘密，大家看到吗？因为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怎么撒了，我说这个怎么会撒？它这个设计是中间凸起来的，看到吗？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中间凸起来的你就不可以装满，就是斜的，这个也太坏了吧！大家看到是凸起来的，中间是一个圆弧，看到吧？太邪恶了。非常入味。但是我发现排骨怎么做，一般都是非常入味。这家餐厅呢，我觉得菜不错，但是没有到非常的好，只能说，如果10分的话，我可以打7.5分。你单看这个不怎么贵，我这个排骨是6块1毛5，然后啤酒是3块4，然后另外几个都是1块钱、1块钱、1块钱，所以价格还算还行。我现在这个广场呢是叫 Dome Square， 这个叫 Dome Cathedral。李家最大的一个这个广场古城里面，然后这个是1936年才全部修完的，
这边就是当地人举行一些活动啊，都在这边，是一个应该是算中心吧，老城的中心。进教堂看一下，门票是5块钱，这边发了一张说明，介绍历史。希望可以登顶，如果不可以登顶，光看这些真的有点划不来，因为这个。他们是在修复那个壁画，应该是。哇塞，好厉害！故事挺酷的，它这边保留了应该很多以前的教堂里的一些砖块，很多看到吗？断壁残垣，但是感觉应该是不可以上去的，上面没人。哎呀，早知道我买另外一个的票，不可以上去应该是。What's that? Smoking? Smoking. Oh, just smoking. Wow. Jesus Christ. 你可以看到，在里加的建筑明显就比华沙还有这个维尔纽斯的要精美，因为它很多都是以前几百年保留下来的，看到吧？很漂亮。这个角度很漂亮。这个1700年呢，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呢打败了瑞典，然后呢就夺过了这个拉脱维亚，一直在那个俄罗斯的王国将近200多年。在1918年呢，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研究怎么搞苏联，然后德国是在弄那个魏玛共和国。这个时候拉脱维亚有短暂的独立过一下。1940年的时候呢，纳粹和苏联呢又协商把这个规划给了苏联。苏联当时也进行了文化清洗啊，就是不准当地人说拉脱维亚语，要说俄语这一些。然后中间呢，纳粹又反悔，击退苏联，夺得了这里，杀死了大概66000多名拉脱维亚人，还有不计其数带来拉脱维亚的这个犹太人。现在呢，这3个建筑看到吗？是里加非常有名的3兄弟建筑，也是里加最古老的中世纪建筑。叫3兄弟呢，顾名思义就是一家人的3个兄弟所建的3栋楼。然后大家猜最老的是哪一栋？最老的是这一栋，也是应该算最难看的一栋。大家能看出吗？就是比较简陋一点。这栋呢是1490年建的，是大兄弟建的，是当时建是应该是跟荷兰的商人做生意啊，他就在这里面。这第2栋建筑呢是这个1646年建的，也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上面的雕花是荷兰的比较有特色的那种雕花，然后上面有写这个 Soli Deo Gloria， 大家猜是什么意思？就是 Glory to God alone。应该是怎么翻译这句话？让上帝光荣的待着。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一栋就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窗户要大很多，看到吗？窗户要大很多。第3栋建筑呢，也是这3栋里面呢最窄的，看到吗？最窄的这栋是在17世纪的中叶下半叶建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像这种建筑呢，有点哥特式的。就是在拉脱维亚还有这一带比较著名的这种17世纪的建筑的样子。这个好像是不可以刷 Visa 卡。刚上网查了一下，是1.5块，然后是要在那个办公室，还有或者是在报厅，还有邮局，还有超市，还有是 APP 上面可以买票。大家看到吗？坐那个车要下这个 APP。省得去买票，然后这边呢，它有24小时是5块钱，3天是8块5，5天是10块，还有这种一次性的是1.5块，可以买这种一次性的。然后这边可以谷歌Pay，
3块。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可以扫码的，看到吗？可以点这个扫码，然后这边可以对到，应该是这样的。这边它这个网络有点问题，我刚刚已经买了3块钱，但是怎么搞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这已经加了3块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网络，大家看，这个网络买好了，看到吗？它这边有显示，等于是90分钟都可以做。终于买好了，我这一站下车刚刚买好。这边跟瑞典一样，也是要刷卡才可以出去的吧？然后刷这个票才可以出去。我现在走的这边区域呢，是出了老城区，大概坐车20-30分钟左右，是一片不怎么好的区域。我想看一下这边真实的人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每次去那种欧洲小城都有那种很漂亮的地方，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居民住的地方，大部分的居民，普通居民。今天运气不太好，外面在下雨，而且主要是我的鞋子不是防水的，走多了要进水。然后在这边点了一杯酒，上了一下厕所，一个小酒馆一样的。在东欧喝酒确实很便宜，大家猜这瓶酒大概多少钱？1.3块，1.3块。这个在都柏林最少要卖，这一瓶最少要3块，最少。我刚刚坐车坐到终点站，这个雨还在下，然后这边应该是看到吗？用铁皮封到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设计吗还是什么？这个设计也真的是。哦，这是木头还是铁皮啊？哦，是木头，那应该是设计。这就是李家，市外面的普通人的住宅，也挺好的。你看这么多草坪，然后也是这种单元楼。哇，它这边窗户也挺多的，这么多窗户，挺漂亮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水0.89和立陶宛差不多，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味道。这边是超级辣的乐事，2块7毛9，2块9，2块1毛9，差不多是2块到3块钱之间。我猜是我们的麻花一样的，可能是好甜的。蓝莓要贵一点，7块钱，那边是5块钱。记得立陶宛是。这边橄榄油500毫升11块，这个普通的油是4块1升。大家看到吗？那家餐厅 Lidl 还做这个啤酒，2块05，还挺酷的。这边啤酒是挺便宜的，1块7，2块1，2块1，1块2毛5。哇，这个1块钱基本上可以买个啤酒。这个 Corona 还是要贵一点。又拿了一盒这个鱼，2块6毛5。上次在维纽斯吃还挺好吃的这种。这个是他们自己牌子的酸奶。另外，大家一定要来这家叫 Galleria Center 的购物中心，顶层有很多美食摊，价格其实跟火车站旁的大市集里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越南面，看一下点杯面。最主要的是这里的露台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真的，我不知道是只是这边上这家餐厅可以在这上面，还是说所有的都可以来上面，挺漂亮的吧？非常漂亮的风景，有点让我想起在丹麦哥本哈根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
在是在拉脱维亚。我发现每次在欧洲旅游，就是有一点和预期的相差太近了，就是没有什么新鲜感，没有什么兴奋劲。因为在我搜资料的时候，很多都是跟我现在所看到的差不多，不像你去一些国家，网上很多资料都没有，所以说要你自己去探索。特别是说实话，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他们那边就给你的冲击力会比较大，也对我其实更加有吸引力。但是说实话，你看拉脱维亚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看久了，也就这个样。也有可能是我生活在欧洲的原因，对这种童话式的建筑看的有点太多了。我本来以为5月春暖花开来里加，哪想到这边这么冷。今天是2到6度，昨天都到了0度。现在5月份，哇靠！爱尔兰现在都是春暖花开，一片大好。当年呢，1943年，纳粹在里加也建立了集中营，大概关了1万多的拉脱维亚裔的犹太人，就在里加的郊区。现在大家也可以过去参观。大战结束后呢，苏联又接管了这里。当年苏联也对这边的人非常残忍，加上那个文化清洗。1949年的时候，这边有4万多人送去西伯利亚做苦力，然后一直没有被送回来。就是在苏联时期呢，这边搬来了大量的俄国人。就是我上次采访的那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一直其实到现在都有很多俄国人在这边当老师，在大学里面，他们只会讲俄语，不会讲拉脱维亚语，所以很多学生他都要去学那个俄语。好像是到2022年才全部这些老师正式退休，直到最近2022年。这个就是卖那个车票的机器。我走了这么久，走了1天，基本上我只看到这一台机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下那个 APP 比较方便。90分钟，看 Bangkok。这个里加火车站呢，应该是我去过的首都里面最差的，大家看到吗？第一个位置坐满了，然后上厕所还要0.5毛，然后它上面有一个位置可以上去的，还要付0.4欧，没有位置坐。最后来里加一定要逛的还是火车站旁边的大市集，里面可以找到还不错的美食，但是分量真的不多，不过味道还行。这个线是自己包的，看到吗？那是包线的。而且这边搞笑的是，我发现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吃的牛肉比面条还要多。里加算是一个在欧洲来说性价比很高的旅行目的地，很适合短途几天这样的行程。好了，我们下期见。这种酸菜一样的东西。